哇 ，Brabus Mode 的那个声音哦，完全不同啊！全新的 Smart Hashtag One 已经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由 Pronet 独家代理，就是 Proton New Energy Technology Sdn Bhd， 分为3个款式，有 Smart Hashtag One Pro 189千 ，Hashtag One Premium 219千，跟 Hashtag One Brabus 249千。所以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最顶配的 Brabus 版本，它跟 Premium 一样，采用66 kWh 的3元锂电池，支援22 kW 的 AC 慢充，所以22 kW。66 kWh 3个小时就能够充满，用慢充只要3个小时啊，也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那快充的话是支援150 kW 的 DC，29 分钟可以充到80%。但重点就是今天这个 Smart Hashtag One Brabus 呢，它的0到100只要3.9秒。上一次试驾3.9秒的车子就是 Mercedes C63 Coupe 那个4.0 L V8 Twin Turbo 的 C63， 3.9秒，那个车子卖850千。这个250千的 Hashtag One Brabus 也是一样能够做到3.9秒，当然它的 Top Speed 是180 km/h。所以今天这期就主要分享它的试驾体验，因为我之前已经介绍了2次，都是在 Closed Track 在封闭道路里面去测试。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是戴主义 ，Let's go。Hashtag One 的轴距是2750mm， 比 EQA 和iX1 C4D 都还要来得长，它用的是 SEA 纯电动平台，采用相同平台的车款有 Volvo EX30 和 Zeekr X。因为现在的 Smart 呢，就是由吉利出资 50%，Mercedes-Benz 出资 50% 的一个中德合资公司，由 Mercedes-Benz 负责设计它的外观、内饰等等。那我之前在中国西安的时候已经有介绍过，在中国市场的 Smart 精灵呢，这边是有 Style by Mercedes-Benz 的这个 logo， 那中国以外的市场就不会提供 Mercedes-Benz 的这个 logo 在这边。就如你在车头跟车侧看到的 Hashtag One Brabus 是一个充满战斗气息的电动钢炮，有红色搭配黑色或者搭配灰色的这种双色调的设计，前面有 Air Diffuser， 后面有 Rear Spoiler 后扰流尾翼，看起来更加的 sporty， 更加的有运动感。然后车尾灯设计呢，就好像一个 Mercedes-Benz EQ 这样子，用了贯穿式的 LED 车尾灯。然后下面还有很多的这些 Brabus 的名牌 Brabus 的元素，Hashtag One 的字都用上了这个钢琴烤漆，黑色就是这种暗黑武士、暗黑钢炮的感觉。我们来看它的行李箱空间。首先放入我的 camera bag， 杜乐的公事包、电脑包，然后再放入2个 goodies bag。是的，它的空间就是这样子而已，它就让我想起了 Lexus UX 啦，非常的小。但好处是它打开地板底下还有一个空间可以给你来放充电线啊等等这些东西。如果你买了一个神秘礼物，准备要送给你的老婆或者送给你的女朋友，或者你不要让这2个人知道的话，你就把这个盖子掀开来，因为车头这边是还有一个小小个的储物空间，可以给你放一束花、一双鞋子等等，非常的神秘。轮胎尺寸23545R19，用的是19寸的 Dynamo 轮圈。Dynamo 好像这个名字很熟悉哦，在你听过。然后 Brabus 版本用的是红色的刹车卡钳，所以整体上你看这边还有这个 Brabus 的名牌，就是车头、车侧、车尾、上面、下面、左边、右边、中间，都让你知道这是一个 Brabus 版本的 Smart Hashtag One。离地间隙 OK， 上车不用说，整个人弯到很低。腰不好的安哥来讲，上车是比较深浪一点，所以通常一个车子的行李箱空间小，后排空间也不会大到哪里去。可是 Hashtag One 非常的特别，虽然后面很小，但是你坐在这边呢，你会觉得头顶是无比的宽敞，2个拳头都还有位，因为它用的玻璃车顶，然后整个格局这样会让人觉得没有这么压迫感，蛮海阔天空的感觉。要翘脚的话，也刚好有一个空间这样子，所以 of course 地板是免不了会垫上来了，因为电池是放在底部嘛。但好处是它几乎是平的啦，所以你坐在中间的话，你的脚不需要放2边，还是这样子放上来这样子，所以坐2个人到3个人是 OK 的。然后椅背还可以去调整它的这个倾斜程度，你这样去拉，可以，你看啊，你可以 adjust， 你可以调1个 stage、2个 stage， 根据你的行李箱空间需要去调整它。如果真的luggage space 不够，你就直接拉这个东西，整个放下来这样子 ，right。
那另外 Smart Hashtag One 的后排座椅是具备了前后滑动的 sliding 功能，更加的方便。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因为它有13个 speakers。13个 Beats 的 speakers， 所以这边有 speakers， 这边有 speakers， 到处都是 speakers。对于这样子的空间来讲，我觉得非常的 OK。然后最显眼的就是红色的 safety belt， 过往你只有在 AMG One Man One Engine 的 AMG 才会看到红色的 seat belt， 在 Brabus 上面也会给到你啦。OK，very good。扶手，2个冷气出风口，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必要的东西啊。Type A、Type C。但后面就没有什么显示屏，可以给你透过荧幕来看 YouTube、Netflix， 它没有这个东西啦。OK， 我记得我第一次坐上来 Smart Hashtag One 的时候呢，我的感觉是，这是不是一个 Mercedes-Benz？ 我好像上来了一个精致版的 EQA 这样子。所以这个 Style by Mercedes-Benz 不只是 logo 上啊，你看得出的它的整个冷气出风口啊，这些 cover 啊，这些盖啊，很多的东西啊，设计的方式等等都跟 Mercedes-Benz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当然不同的是，现在是这个 Smart 吉利集团他们打造的车机，支援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所有东西都在这边，不像 Tesla 这样子没有给你这2个东西。然后荧幕大小也非常的大个，但它的功能也是调整车子的功能，大部分都可以透过这边的驾驶模式啊、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空调系统等等。下面就提供了一个大概7个按钮啦，说是一个 haptic 这样子，你可以按这边去操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操作方面来讲不会说很难上手啦。然后有拨杆式啦。PNRD 都透过这边，雨刷、行车灯都给你，然后方向盘上面有大大小小的按钮。当然回到重点是因为这是一个 Brabus， 比 Premium 版贵了3万块，除了多1粒马达，从 6.7 秒变成 3.9 秒之外，里面多了非常多的好料，像是这个座椅又用了 Ultra Sweat 的 Microfiber 绒面革，非常非常的高级。然后头枕上也有一个 Brabus 的 logo， 整个都是 Ultra Sweat。方向盘上面用的是真材实料的 Alcantara，Alcantara 跟 Ultra Sweat 是属于同一个集团啊。Ultra Sweat 是比较低一点，第一个 level， 那 Alcantara 就是一个真的是你在 McLaren、你在 Ferrari 上面看到的这种材质，非常非常的越级了啦。这个价钱给了你这样子的设备，抬头显示仪、电子仪表板。650瓦13个 speakers 的 Beats Audio System， 这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音响。当然少不了的是这个玻璃车顶，你可以用手动去关闭它，它不是 fix 的啦，就是它可以给你照明，你也可以主动去关闭它。然后它的透光率是盖到完了的，它不是透明这样子，它是整片，就是你的车顶啦，跟你的车顶这样子打开，就可以享受到更好的采光。冬天的时候，车子会更加温暖，电池不用用更多的电量去暖和这个车子。So overall 来说，我觉得这个内饰是不难使用啦，就是跟 Mercedes 这边有点像，但是它又 more on 吉利这一 side， 因为整个东西都是由吉利的集团去开发、去设计、去投资的。前面有 ISOFIX 接口，这个很特别，因为很少车子的前座也是有 ISOFIX 的啊，所以你可以放3个 baby car seat。I mean 你可以放很多个，不过只有3个座椅是有 ISOFIX 的接口，所以整体上我对于这个 Hashtag One Brabus 呢，我是满意的。只是我觉得这个荧幕里面呢，它还可以再加强啦，因为我之前在中国看到中国里面呢可以看优酷，可以看很多的东西等等。然后这个里面虽然已经很好了，360 camera、Spotify， 然后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但是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啦。如果可以看 Netflix 当然是最好。然后有一个东西必须要去值得赞扬的就是呢，这个 Here Map 嘛，当你进去的时候，大部分的电动车都能够在内建的地图去让你找到最近的充电桩有哪里，因为这是每一个有 range anxiety 的车主一定要知道的东西。然后通常你就是 search 哪里有充电桩嘛，但是因为他们跟充电桩是有合作了的，所以他可以直接告诉你这个地方的充电桩，比如说它有2个 charger。使用率是多少？有没有2个人用这？还是2个 charger 有人用掉1个这样子？目前马来西亚只有 Hello Smart 的这个 app 这个系统可以给到你这样子的东西，非常方便。好像我现在准备要去这个充电桩，哇，如果2个充电桩都给人家霸占了，这样我就去别的咯。
占用了啦，不要讲霸占，所以非常好，非常好，因为他们也跟很多的 Jom Charge 啊，还有很多充电桩去合作，所以它可以覆盖马来西亚大大小小的，从大道到乡间小路啊，都能够找到充电桩。跟传统的燃油车不一样，是他们要更加细心、更加周到的去服务电动车的车主。我现在开着的是0到100只要3.9秒的 Smart #1 Brabus， 售价是249千，这是一个免税价。OK， 它的 Virtual Engine Sound 让你感觉到自己像开着一个 3.0L V6 Twin Turbo 的车子，猜。哇，这个猜，哇！当然，这个所谓的假的引擎声浪，你可以手动去关掉它。所以当你关掉 Virtual Engine Sound 过后，你再点电门，拨下。OK。我刚才要试驾它3.9秒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上一次试驾一个车子刚刚好，数据上0到100 3.9秒是什么车子？后来我就翻查了一下，居然是我在2-3年前吧，我 review 了一辆 C63 Coupe， 那个车子我没有记错是卖850千，4.0L V8 Twin Turbo， 给你0到100 3.9秒，现在你只要花249千，你就可以拿到这个 Brabus 版本的 Smart #1 电。这台车子呢，它比这个 Smart #1 Premium 版的贵了3万块，所以这个3万块就能够让你从0到100 6.7秒缩短到0到100 3.9秒，而且 Smart #1 Pro 跟 Premium 都是 Rear Wheel Drive 后轮驱动系统，那这个是All Wheel Drive 车重是1900公斤，比 Rear Wheel Drive 的重了100公斤左右。可是因为这个强大的543牛车米的扭力啊，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个接近2000公斤的车子。当然，电动车快这个东西是不需要再去，你知道吗？一直去强调的，因为你都写在那边了3.9秒，你知道它几快。这个价钱，这个0到100加速是没有人可以给到你了啦。应该没有人可以给到你啦。我前面2次试驾 Smart #1 的时候呢，都是在封闭的道路，就是在第一次在Broadon 的 track 里面，第2次是在西安的这个组装工厂那一边来测试它，所以这是我第1次把 Smart #1 开上马来西亚的公路。当然，所有的车子在 track 里面的表现都是顶呱呱的啦，因为 track 嘛，你知道吗？道路状况好，不会有这种坑坑洼洼然后那种好像你知道吗？一片一片一片，好像高腰部这样子的马路。可是来到实际的道路呢，我会觉得这个 Smart #1 就它的光环就没有掉了，因为你知道吗？我们讲到 Real World Challenge，在现实世界中这个悬挂，我自己觉得它是非常非常的，它很 soft，变成3.9秒的车啊，我们不会 expect 它会这么 soft 的啦。soft 当然是好事，是舒服。可是当它在遇到这些烂路坑洞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路感是非常的明显。它有一点 mini Countryman 的 feel， 但是它又比 Countryman soft 一点。然后你说避震啊、减震这方面的功夫，我觉得是我预期中它应该要更加的厚，应该要更加的实，应该要能够过滤更多的东西。它的 ride quality 当然是不错的，但是你说要 compare to BMW iX1 还是那一些真的是 100% 豪华品牌来讲，它还有一点进步的空间啦。那就像我每次说的，开电动车其实是一种收放自如的艺术。你除了要很能够放，但更多时候你都是在松。所谓的松就是这个 energy regeneration， 我们简称叫 regen 或者是 energy recovery。所以这台车子呢，它有2个 level， 一个是 standard， 一个是 strong。所以当你在 strong 模式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逆流这样子。当你在游泳的时候，你逆流不进则退。那你在 standard 就比较顺流一点，你轻轻游一下，车子就会走。但这个它的 regen 功能呢，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在中速，所谓的中速就是30到60跟高速可能60到110这样子的这个阶段。因为你说在市区行驶的话，即便你去到 strong
它没有办法做到像 B mode 这样子，就是 fully stop、fully 停下来。你一松开油门，好像 BMW 最强度的 Regen、Mercedes 最强度的 Regen，或者是 Volvo 这样子，你能够整台车子停下来。所以当你在低速慢速的时候，你需要让车子停下来，你在驾的时候才不会才真的可以达到所谓的 one pedal drive 啦。我后来才发现到，在这个 shortcut key 里面啊，它提供了 E pedal mode， 所以这个 E pedal mode 呢，就是所谓的 B mode brake mode， 可以让整个车子停下来这样子。我现在启动了 E pedal mode 过后呢，比如说前面有一辆车，我现在松开我的电门，我没有在踩油，我没有在踩 brake， 它会不会自己停下来 ？OK， 它完全停下来。停到它 auto hold， 然后你要走，你再点一下，它再这样子。但即便是到 E pedal mode 啊，它还是会继续走。那很多的车子，打个比方，像 Tesla， 当你一松开油门的时候，在这种慢速啦，就是10以下，它直接是不会走了的，马上停下来那种。所以它还会有一 rolling， 它才 brake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 E pedal mode 跟它的 strong recuperation 还可以再更 strong 一点，更加的紧。这边稍微补充一下这个 E pedal 功能，它开启的方式比较没有那么直接。你首先要去到快捷界面，按下去会让你等一个10秒钟，每一次都要等。如果你从 E pedal 去到 Regen 再回来 E pedal， 又要从头来过。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整合进去 Regen 里面会比较方便使用。Brabus ready？ 哇！你无时无刻都处在下一秒就能够弹射起步的这种 ，Oh my god！ 我知道这个所谓的引擎声浪，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对我们拍摄影片来讲啊，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吗？如果我没有这个，你根本感觉不到这个车子的爆发力，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视觉跟听觉一起来达成，所以少了引擎声浪就会有一点不知道自己在做么这样啦，减速也不知道，加速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 Virtual Engine 这个东西是至少它可以给你选择开跟选择关，你能够去根据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这个驾驶习惯来调整。我们来看它的 Turning Radius， 非常的好，就像普通车这样踩。太快了这个车真的是那种电动车很少有慢的啦，电动车都是讲求快、瞬间扭力的。可是3.9秒呢，已经是另外一个 level 了。我要再次重复249千买到3.9秒破百的这个电动车，而且是一个 Smart 就是你说品牌定位上的话，它又是一个半豪华品牌，那 Smart 叫自己精品品牌，它有中国强大的这种电动能源、电动车的技术电动车的平台、电池技术、组装电动车的这一些经验等等，然后你同时又能够去符合到欧洲市场、德国市场，还是美洲市场、北美洲市场、亚洲市场等等，就比较 globalize 比较全球化的设计语言。因为毕竟中国本土市场的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然后中国消费者的口味跟海外可能会有一个很巨大的差异，比如说像悬挂的调教，有的偏软，有的偏硬，然后在对于这些使用声控语音、车机系统等等，那中国消费者习惯用的跟海外又不同，软的东西就交由欧洲人负责，那硬的东西就交由中国人负责，所以这是一个同时兼具了软实力跟硬实力的。因为 Smart 毕竟不是一个像其他中国新创品牌这样子，它还是有跟 Mercedes-Benz 的这种历史渊源。然后你知道，如果你去过欧洲，你去过法国、意大利 ，Smart 这个东西 ，Smart for One、Smart for Two、Smart for One、Smart for Two、Smart for Four， 在欧洲尤其是一些老城市来讲是随处可见的，因为它体积小，然后它有这种历史情节大家对于 Smart 都会抱有一种好过那种完全没有听过是什么 brand 的汽车品牌啦。所以我们聊一聊它的这个续航里程方面Premium 跟 Brabus 用的都是66 kWh 的3元锂电池， Premium 可以走440公里 WLTP， 它可以走400公里 WLTP。当然你如果熟悉电动车都知道这些数据是仅供你参考而已。那再来呢，我们都知道电动车其实你 MCM 电池来讲，你不能够充超过 80%， 对电池不健康是可以，可是建议还是维持在
20到80%，所以我们就讲这400公里，我们扣掉20%，就是剩下320公里。就你只可以用80%，但是你又最好不要低过20%。所以换句话讲，所有的电动车3元锂电池，你能够使用的就是20到80，也就是你前面要扣20%，后面要扣20%。所以400公里再乘以60%，就是240公里左右。那这是比较合理的啦。一般上这样子续航里程不超过500，不超过600的建议都是在市区行驶。一个人可能1个礼拜就是用这样多的电。但我觉得还好，因为至少它给你22 kW 的这个 AC 慢充，市面上大部分都是支援7.5 kW，或者11 kW 就没有了。Tesla 是到11 kW 就没有了，所以22那天我加 EQS SUV 才有。你要看你自己的每一个礼拜用多少公里，然后最好你有 Home Charger， 你家里可以充电，或者你的 Office 可以充电，你很容易找到充电桩。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那结论是呢，虽然 Smart #1 的价钱是跟 Tesla Model 3跟 Model Y 打到了，但我觉得会买 #1 的人，会买 Smart 的人，更多时候他们想要买的是 Mercedes EQ、BMW i，或者是 Volvo 的 XC40 Recharge 或者 C40 这种 Premium Brand 豪华品牌，因为 Smart 有50% 的豪华品牌股份，像是我说的 Alcantara 啦。Brabus 的这种品牌 DNA，Brabus 的引擎声浪，0到100 3.9秒的加速，非常齐全的东西。如果你要拿来跟这些豪华品牌来比，我觉得它是能够赢过他们的。当然，你真的诚实的问我哪一个车比较好，肯定是 Tesla 好很多啦。但是你说日常驾驶Model Y 的话，肯定就赢过它。但是你说 Model 3这个车子会比较有优势，因为它车子比较高啊，驾驶起来。因为 Model 3毕竟还是一个很低的 sedan， 所以上下车，然后行车视野方面不好。至少它是一个 proper 的车，一个 proper 的 hatchback， 一个 proper 的 SUV 又有你知道吗？又有电子仪表板，又有正确的仪表板，又有一个大个的荧幕，所以整个人体工学方面，整个使用 user friendly 方面，你不需要花太长时间来适应它，你就好像叫燃油车这样子就好了。那 Tesla 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你很多东西都要从零开始学习。可是 Smart #1 就能够让你在驾燃油车的基础上，只需要适应一下它的 regen， 适应一下这个 suspension， 适应一下这个电动车的爆发力。所以关于 #1 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欢迎留言讨论。我是大主义，喜欢影片记得多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Action。 Right， 现在准备离开IE的这个 Gentari 充电站。我很喜欢这边，是因为你从door出来大概是800公尺、800米，1公里左右就出来了。所以虽然是需要去给Touch 'n Go出来这个door，但是它不是需要走一个20公里、10公里，马上你转个红绿灯就到这边了。我觉得这边是比较安全啦，因为你看它这么多，有11、有50、有180，所以我很担心那种充电站是它只有1只或者只有2只的，这风险很高啦。这样子刚刚好，就是万一有人用了，你还可以选择用慢的或者用中间速度的这样子。所以现在我充满过后没有满，那边85%。